我听说定焦镜头的画质好像比较好哦。那我今天买相机原本要配变焦镜头，那这样听下来的话，我到底要配哪一颗镜头哦？第一点，购入相机的目的是要拍什么？很多人买单眼相机最直觉的想法其实就是有效提升画质哦，同时拥有主体清晰、背景朦胧，有如油画般的奶油散景，又或是尼康最近更新的 Z2470 f2.8S2 代，这种拥有顶级画质、变形控制更精准、更优秀，甚至搭配上 SSVCM 这种天花板对焦速度等级的音圈马达。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ven，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咯，欢迎大家来到 Steven 的摄影讲堂哦。常常有许多客户问我，Steven， 我今天买相机，我要配定焦镜头呢，还是变焦镜头哦？又或是我听说定焦镜头的画质好像比较好哦，那我今天买相机原本要配变焦镜头，那这样听下来的话，我到底要配哪一颗镜头哦？那以上这些类似的问题哦，常常也是各位朋友们心中的一个疑问哦。那有鉴于此 ，Steven 今天也依照我自己的拍摄经验哦，那究竟我们在购买相机之后是要搭配定焦镜头呢，还是变焦镜头哦？首先，我们可以先从几个点来自我评估一下需求。第一点，购入相机的目的是要拍什么？很多人买单眼相机最直觉的想法其实就是有效提升画质哦，希望可以最直觉的拍出更好的照片出来哦。但是往往在购入相机的同时，并没有好好想过自己想去拍什么类型的照片或是题材哦。例如说人像摄影、旅游记录、街拍人文、风景摄影、特殊题材摄影等等哦。因此，旅游记录、风景摄影上会尽量选择变焦镜头来应付多样的场景哦。如果是人像摄影、街拍人文，或是某些固定距离的远摄追焦等，则可以多去挑选合适的定焦镜头来去做一个发挥哦。第二点，挑选镜头是以什么为优先考量？当我们在购入镜头的时候，总会去多方考量一些因素。例如价格的多寡是否合乎使用的 CP 值高低哦。一颗变焦镜头可以横跨较长的焦段，能灵活拍摄多重主题的拍摄，来应付诸多场景需要以及用途哦。例如镜头的重量是否是自己能够承受的。俗话说，带得出去的器材才是器材。大部分的中高阶定焦镜、入门的饼干镜都拥有较轻的重量，因此负重上轻便许多，能大大提升带出去使用的欲望。例如在意画质表现与复杂拍摄环境条件的朋友，则要挑选大3元等级的变焦镜头，或是大光圈的顶级定焦镜头，再依照自身拍摄的主题比例与需求面去做一个筛选。第三点，你更喜欢奶油朦胧散景或是层次压缩散景？定焦镜头与变焦镜头有几个不同的特性，例如定焦镜头光圈普遍较大，动辄 f1.8、f1.4、1.2 等等，进光量较多，更有利于较好的画质表现。同时拥有主体清晰、背景朦胧，有如油画般的奶油散景，或甚至像 Nikon Z135 Plana 圆形的超迷人散景。而不同于定焦镜头，变焦镜头更偏向各级焦段的压缩感，来营造压缩的层次散景，可保留拍摄当下的氛围以及多元性，能创造出更多的美感的可能。第四点，日常生活记录、商业摄影需求的应用。在一般的日常生活记录当中，想要便利性，我们可以搭配变焦镜头；想要朦胧感、刻画主题性，可以挑选定焦镜头。在旅游摄影当中，
变焦镜头举凡 Nikon Z2120F4S、Sony FE24105F4G 等这2颗 Steven 我再熟悉不过的旅游镜皆足以能够胜任绝大多数的拍摄主题场景以及需求，顶多补上适合自己的定焦镜头，例如 Sony FE35F1.4GM 来捕捉人像摄影主题的作品。至于在商业摄影的应用上，无论是外景婚纱摄影、婚礼记录，或是棚内的商业摄影等等，绝大多数会选择上大3元这类天花板等级的顶级镜头，例如70-200 f2.8， 或是 Sony 的 FE2470 f2.8GM 2代，又或是 Nikon 最近更新的 Z2470 f2.8S 2代，这种拥有顶级画质、变形控制更精准、更优秀，甚至搭配上 SSVCM 这种天花板对焦速度等级的音圈马达当然还有内变焦的优异外观设计等等更符合商业拍摄的一个稳定以及需求。第5点，具备足够的构图概念与美感如果说在摄影这个区块有所琢磨，对于许多基本的构图概念有更进一步的熟悉与了解之后的朋友其实可以更放心的挑选适合自己焦段并且有更好发挥的一个定焦镜头，尝试挖掘不同的表现手法，更具独创性的画面视角，来创造出更多的一个摄影美感，进而来提升对于主题与视角的刻画敏感度或甚至故事性都能大大自我提升在摄影这个领域上的功力以及实力无论是定焦镜头或是变焦镜头，只要能够符合自身条件，并且充分发挥镜头的特长，来拍出漂亮的作品出来，那都是好的镜头因此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因此也不用在这边纠结太久那当然，如果有任何挑选镜头上面疑问的朋友，那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给 Steven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影片以及我影片内容的朋友，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当然，同时也可以分享给周遭喜欢的朋友那我是 Steven， 我们下次见，拜拜。